非洲无富国，这早已成了不少人的共识。总觉得那地儿那人又穷又落后，流行病特别多，还很不安全。当地人过的日子那叫一个水深火热。然而有这么一个大门小国，地寡人稀，但却是非洲最有钱的国家。它的人均 GDP 甚至比我国还要高得多，而且它还实行免费医疗、教育等一系列制度。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塞舌尔位于非洲东部，是印度洋上一个群岛国家，由115个大小的岛屿组成。塞舌尔呢面积不大，陆地只有455.8平方公里，人口更少，约10万人。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么个国家，毕竟只是个小国，平时呢也没太多的存在感。在一开始，它是由葡萄牙发现的，当时它的名字呢还叫七姊妹岛。等到了1756年被法国占领，名字才被改成了塞舌尔。之后呢又沦为英国殖民地，在经过各种努力后，终于在1976年成功宣布独立。虽然塞舌尔名不见经传，但小小的国家呢大大的能量，它算得上是整个非洲最有钱的国家了，人均 GDP 高达1.6万美元，比我国都要高一点。虽然也不能说是富得流油吧，但它和那些非洲兄弟国比起来，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差距。不仅如此，在非洲普遍不安全的情况下，塞舌尔的社会治安却相当的好，很少见到打架斗殴的事情。而且呢，它还没有艾滋、痢疾等流行病。别的国家平均年龄不到40岁，而塞舌尔超70岁，很奇怪呀！一个大门小国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塞舌尔要资源没资源，要土地没土地，但偏偏人家的人均 GDP 比我国都要高，他凭什么呢？俗话说呢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塞舌尔知道农业和工业是自己的短板，不管再怎么努力，也就这样了。既然如此呢，那干脆就弃之不用，专攻有优势的领域。而塞舌尔有什么优势呢？首先，它是个岛国，最不缺的就是渔业资源，尤其是金枪鱼，占了世界总产量的10%。靠着这一资源呢，他不仅自己会去捕捞，他还允许其他国家的捕鱼船来捕鱼，自己呢就收点门票费。另一个优势就是塞舌尔优美的环境，小小的国土几乎一大半都是自然保护区，因为拥有500多种植物，其中80多种更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塞舌尔呢也被称为天然植物园。另外，塞舌尔拥有100多座岛屿，每个岛屿都有各自的特点。比如说被称为昆虫世界的弗雷加特岛，鸟种类极多的孔森岛，以及面积仅有0.4平方公里、数量高达400万枚的蛋岛等等。塞舌尔拥有排在世界前列的沙滩和顶级的海水，甚至它的空气质量也是全球第一。它也被联合国称为非洲最适合人类生活的国家，不少媒体机构把它誉为世界最后的伊甸园。而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不仅是全国唯一的城市和港口，同样也是世界上最修真的首都之一。不用1个小时就能把整个城市逛完，光靠旅游业就能给塞舌尔带来总 GDP 70%的收入。既然有条件又能抓住机会，也难怪塞舌尔的经济会这么高。塞舌尔经济好吗？那当然好啊，在一众非洲兄弟国里呢，人均 GDP 能过万，都已经是凤毛麟角的存在。而且别看人家地寡人稀的，却有相当完善的福利制度。你也很难想象，有一天呢，居然会跟一个非洲国家谈论免费教育、医疗等。事实上，塞舌尔非常重视教育，在各个部门的预算里，教育是第2多的。他们规定，只要孩子满了16岁，就得接受12年的义务教育。如果敢不去，或者说去了但旷课超过3周，孩子的父母呢，要么被罚钱，要么就去吃3个月的牢饭。另外，要是想读大学或者是去国外留学，政府还会负担60%的学费。如今塞舌尔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高达95.2%。除此之外，塞舌尔也实行免费医疗，虽然只是初级的，但也要考虑到当地的医疗条件。全国就6所医院，医生加护士呢也才600多人，但这也大大降低了塞舌尔的死亡率，提高了当地的平均寿命。在非洲普遍40-50岁的平均年龄，塞舌尔能有77岁。当然，除了这2个方面，塞舌尔还推行了全国就业计划，会给低收入人提供一定的补助，发放救济金啥的，让所有的居民都能得到一定的生活保障，能更好的享受生活，提高幸福感。虽然福利水平在全世界看来一般般，但在非洲这地儿呢，那待遇绝对是杠杠的。作为一个人口也才10万左右的国家，塞舌尔绝对是幸运的。虽然比较小，但五脏俱全，该有的都有。不过也不是没有缺点，因为资源匮乏，很多物资呢都依赖于进口，所以物价特别高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一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